上集说到，我把省里的工作安排完后就回了县里，刚进家门就看到厚脸皮邻居来我家蹭吃蹭喝。对不起老六，我没想到你好心好意给我弄了个工作，我在这里还弄砸了，给你丢脸，还给你拖后腿。二姐这副样子根本让人没办法责备她，长时间经受父母以及丈夫的泼，以至于二姐处处都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什么都不如别人。小小怎么样？我带她去医院看看。爸爸，不疼。姐，啥也甭说，我都饿死了，你先给我做饭吃吧，把这收拾收拾。你累了半天，都怪姐姐，应该赶紧给你做饭。你带着孩子啊，我这就去给你做饭，你快吃吧，一路上累坏了吧？爹妈惦记你好久了，说你好久没回家。你回过家里，爹妈身体咋样？我没回去，爹娘他们专门跑来一趟，听说你不在，他们有点失望。我瞅着爹那样子像是有什么事儿，可是我问他死活不说。行吧，那一会儿吃完饭我就骑自行车回村一趟，你和孩子们在这儿。老六，刚才得罪了老金他们两口子，是不是一会儿我过去给他们赔个礼？二姐为什么要给他道歉赔礼？咱俩毕竟刚来不久，脚后跟还没站稳，人家都是在厂里工作很多年的老人，你说得罪了他们，以后对你的工作也不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退让一点就算了。二姐，什么叫做脚后跟没站稳？你弟弟在食堂站得稳得很，我今天能把你调进这里来工作，能把三姐和三姐夫他们都弄到厂里来工作，那是凭我的本事，凭我在这里四平八稳，站得很稳当，不需要你去委曲求全。而且他们两口子一辈子也就是个工人，能有啥出息？工作了10几年，还只是个普通工人，你指望着他们帮你什么？我不是说指望他们干啥，可是他们到底是隔壁的邻居，你说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要是真得罪了老金一家子，天天堵在门上骂街，这也不合适啊。他们要是敢骂就骂回去就好了，骂街怕啥？一次不回嘴，别人就觉得你容易被欺负。二姐，真以为今天的事情算了？我还没开始收拾他们呢，咱们走着瞧，我保证1个礼拜之内，我让他们两口子哭着上门来给我道歉。姐，你在幼儿园是不是碰到啥事儿？你咋知道？谁告诉你的？难道是小冯告诉你的？姐，你自己把事情说一遍，别人告诉我，总有一些站在旁观者角度的偏见，你自己说了，我才能分析这件事到底是对是错。其实吧，原本我去了幼儿园之后，分配我的工作是幼儿园的生活老师，就是负责孩子们的吃喝拉撒，还有打扫教室里的卫生什么的。我不是说这个工作不好，我也知道我和幼儿园的老师是有差距的。我看人家幼儿园的老师能教孩子们唱歌、做游戏，还能给孩子们讲故事什么的，你说这些我哪能行啊？那现在怎么了？一开始跟我搭档的2班的老师还挺和善，我们2个各司其职，各做各的，我只负责平日里一天打扫2次卫生，再加上一天3顿饭，给孩子们送饭，照顾孩子们吃完饭之后把所有的碗筷什么的全都收走，再简单的收拾一下就结束了，就没我的事。然后呢？我是觉得我从乡下来的，自然应该手脚勤快一些，多干一点儿，免得让人家看不上我，所以我就把那个老师平常的那些活儿都承揽了过来，也会帮着照顾那些孩子。然后呢？然后昨天中午一个孩子睡觉的时候，不小心从床上摔下来，磕破了头，结果2班的那个老师就对家长和园长说是我故意抢了他的工作，结果才造成了现在严重的后果。园长让我今天买一些东西去孩子的家里看望那个孩子，而且还要给我记大过，让我写检查，当着全园同志的面做检讨。二姐，你的意思是你觉得很委屈？我是委屈，因为一开始虽然是我自己来帮忙的，可是后来就是他天天把我叫过去，他说把我当成大姐一样，觉得跟我特别投缘，而且那天孩子们睡午觉，是他自己要偷偷出去见他的男朋友，所以才让我帮着他照顾孩子。我也没有想到那天会发生那个事情，最可气的是他把我平日里帮他做的那些事情说成了我故意想要抢他的饭碗。姐，这一件事你纠结在他成了白眼狼，对于你平日里对他的示好，反而适当成了理所当然，甚至人家还倒他一耙，难道不是吗？城里人居然都这么坏吗？明明我帮了他，他一点儿都不知道感激，反而还抹黑我。姐，那你现在想怎么做？我能怎么做？我只能去买东西给人家赔礼道歉，并且写检查，还要那么丢人，当着全园人的面把检查读出来。姐呀，这就是贴一堑长一智，面对这种事情，那你以后该怎么办？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赔礼道歉，甚至视作检查，这都是应该做的。姐，这个世界上不是非黑则白，不是说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一定会回报你。就像隔壁那一家人，天天到咱家来混饭，你买的那些口粮够他们吃吗？我也没有想到城里人的脸皮居然这么厚，我就是客气一下，咱村里人从来不在吃饭的时候上别人家来做客。他们这些日子天天在咱家吃饭，你自己不是也是有口难言吗？因为是你自己主动去做这些，才酿成了这个后果。不管是和街坊邻居还是说在幼儿园的工作都一样，如果一开始各司其职，发生什么事情也找不到你头上，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自己非要凑上去，人家当然愿意多一个可以帮自己分担工作的免费劳动力，你有什么可觉得值得委屈的？这就是告诉你不要轻易的对别人随便烂好心，好心要用在该用的地方。姐，你别觉得我的话难听，邻居的事情还有幼儿园的事情，这都是警告你，如果以后你再不改了这个脾气，以后吃的亏会更多。你这么说我就不服气，难道这个世道好人就不能活了？我只是想对别人好一点，我没有想过害人。姐，你想过没有？
如果姓金的一家天天在咱家吃饭，就相当于你在养着姓金一家人。如果我不在这里，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带着2个孩子离婚的单身女人，你能有那个本事一直照顾他们一家4口吗？如果人家以后吃在这里住在这里，你怎么拒绝他们？如果不拒绝，你的那点工资是养活别人一家4口吗？大不了我就告诉他们，以后别来家里吃饭，说家里没粮，大不了我就撕破脸皮呗。撕破脸？哪一天你不给姓金的吃饭？那位金嫂是好人吗？那就是个泼妇，直接冲上门来，指着你的鼻子骂你水性杨花，勾三搭四，说你想勾搭她丈夫，结果被她抓了个正着，所以人家才不到咱家来吃饭。不光可以黑了你的名声，而且可以光明正大的对街坊们解释为啥不能到咱家吃饭，而你有嘴都说不清。怎么可能呢？街坊邻居不会相信的，身正不怕影子弯，我怎么可能对老金有那种想法？而且我也不是那样的人。你是怎么样的人？谁知道？街坊邻居对你了解不深，而且你记住，你现在离婚，是个单身女人，带着2孩子。如果人家街坊邻居问你，既然你对老金没意思，为啥要让老金一家人在你家排吃？你回答得上来吗？江夏错愕，瞬间脸上又青又白，觉得弟弟说的对。姐，幼儿园的事情也一样，这件事你做错了，做错了咱就得认，这就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写检查你得写，去看望人家孩子你也得去，我只是希望你得长记性，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烂好人没什么好下场，我就跟你说一句，如果在幼儿园这次害你的这个老师，以后肯定不好意思再找你帮忙。当然，也许他脸皮厚，还会去找你帮忙，你帮不帮？我又不是没脾气的人，他都这么害我，我又不是傻子，我不帮。很好，你不帮，那如果是其他人呢？大家都是在一起工作的，人家也没得罪我，我这么拒绝人家也不合适吧？你看你的观念还是停留在这里，和你有恩怨的人你就不帮了，可是和你没有恩怨的人，你又开始动这种与人为善的心思。如果你这次照顾的孩子又摔下来，那么你以后就被开除，你准备怎么办？带着2孩子回村里去种地去，孩子们也不用上学，也不用上幼儿园，你也挣不到钱，就和黄土地去打交道。你的意思是啥？我的意思是什么？所有人都知道你这次情节非常严重，可是如果你屡教不改，别人趁机再给你落井下石，你怎么知道对方就是好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进幼儿园这个工作是顶替了别人的，有多少双眼睛盯在你的身上，恨不得找点错处把你开除，而你偏偏要把把柄交给别人。回去种地那么香吗？在幼儿园工作一点都不好吗？我知道了，你别这么说我知道我给你丢人，你姐这辈子只是想做一个好人，可是没想到原来做好人也不容易。姐，不是做好人不做好人的事情，而是好人也要分人去做。你弟弟我是个好人，但我也是个坏人，我对待别人的时候会分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件事要你自己去考虑。姓金的事情我可以帮你解决，可是幼儿园的事情除了你自己，没人可以帮你。你总不会指望我去幼儿园去大闹一场吧？我是个大男人，难道我像泼妇一样跑过去找你们院长胡搅蛮缠？你得弄清楚自己该怎么做。有时候对别人冷漠和狠心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有时候做好人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